3年后、5年后，哈，做中长期来讲，台股有可能会挑战10万点，不是4万点，是10万点。为什么？因为台积电还没封顶。你台积电到5000的话，你大盘指数怎么可能停在5万？不可能，5万是绝对挡不住。所以呢，那个过6万的话是很可能。那 Google 把300万颗的晶圆交给了这个 Intel， 不用担心吗？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 Intel 最好台积电把它供在那边，不死不活。为什么？台积电真正的风险。对。反垄断调查，以前美国对付钢铁公司、对付电话公司、对付石油公司，反垄断调查把你拆解，这个才是真正的大问题。所以台积电如果有一个对手不死不活在那边的话，台积电就高枕无忧。他利用这个伊朗战争，既对付了伊朗，也对付了中国，也挤压了欧佩克，还检验了北约，1石多鸟。然后最后的话还保护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处理完伊朗之后，那中国还有跟美国叫板的权利吗？跟能力吗？其实早就没有，但是美国不希望他发现的太早，中国没有觉悟，还在跟美国对撞，然后到最后的结果会活生生被美国拖垮，用各种变相的军备竞赛，半导体是军备竞赛 ，AI 现在更是军备竞赛，因为你不投入不行，可是你投入一定输掉，所以呢，中国就是玩也不是，不玩也不是，他到最后只有一条路，就是向美国屈服。巴菲特曾经投资过台积电，但他很快把它卖掉。他卖掉的理由不是说他觉得台积电不好，他说台积电是一个很棒的公司，但我不喜欢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兵凶战危，是有一个我不可测的风险，所以我把资金给挪出去。可是当巴菲特把台积电卖掉之后，你就看到台积电一路的水涨船高。我们看到了吴家龙在他的脸书里面特别提到一点，是在5月21号之后，台湾的整个成交量巨幅的放大到每天都上兆以上，而且最高来到了1.8兆。如果以台湾的资金来讲，绝对不会有这么高的水位，绝对不会有这么大的动能。如果今天可以达到1.8兆，代表一定有很多的外资蜂拥的进到了台湾来，那非常有趣啦。巴菲特是一个对金钱、对股市、对经济非常敏感的人。如果他觉得台湾是一个兵凶战危的地方，那现在为什么我们又看到这么多的外资蜂拥而至的进到台湾？难道台湾不危险了吗？难道台湾已经脱离了兵凶战危吗？他们另外就是我们看到台湾有人讲说，台湾不要选边呢，在中美两大国之间，我们要干嘛？风吹两头倒。我们要干嘛？我们要都切豆腐两面光，两边都要示好。但真的可以做到这样吗？你现在看到一个例子，郑丽文这一次去到了美国，受到非常冷淡的待遇。我们看到国民党的副主席萧巨成曾经讲说，今天台北这个 AIT 的台北办事处的处长古立言，不过就是一个科长级的人物。结果这一次我们看到了郑丽文到了美国，你最高见到的就是科长级的人物。那现在美国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它到底代表什么呢？当然讨论这些，我们今天就特别邀请了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来跟我们好好聊聊。家龙你好。宝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那家龙在你的脸书里面特别提到一个关键的哦，他说台湾本来以为大家都非常的兵凶战危，觉得这个地方不安全的，所以呢，巴菲特本来投资了台积电，很快就把它卖掉了。可以说现在状况已经不一样了，而你说这个状况不一样了，外资也看懂了。你特别提到了一个数据，在5月21号之后，台湾的整个成交量从8000亿、9000亿一直放量到上兆以上，甚至最高来到了1.8兆。那外资是绝对的蜂拥而至。你说这已经根本的改变了台湾的国际地位跟地缘政治了。你做了一个很敏锐的观察，就是从巴菲特当初抛售台积电开始，当初台积电被他抛售的价位在500-600之间，那毫无疑问他这个决定是错了可是巴菲特的账户是从日本那边赚回来，他台积电没赚的，因为他的钱转去买日本的5大商社，就是全部是军事工业概念股那这个其实也不是巴菲特有远见。应该说他有，就是某种程度来讲，他有内线。他知道华盛顿那边的人告诉他，美国准备让日本的地位提高，对日本的军事看管松绑，让日本的军事工业先复活，所以他去压住日本的军事工业。因为地缘政治风险这个说不通，台湾有地缘政治风险的话，日本马上有一样对，所以他其实是重新布局，从台积电跳到日本的军工，对，然后他借日本的资金在日本投资。所以就他的操作来讲，他是有赚的但是他对台积电的说法是
不那么牢靠，不是那么 solid 哈，就是因为台积电的地缘政治风险其实是下降。我们现在讲一下这件事情发生在5月15号，川普离开北京之后，对，外资忽然间看懂了，因为川普自己也透露，他说在我任内，习近平应该还不会打台湾，我卸任后就难讲了，这样讲啊，然后这个意思就是说，川普这一任会确保习近平不会在台湾这边做军事冒险。那实际上习近平现在也还不急着做这个动作，为什么？因为他要巩固军事对军方的控制，他对军方大清洗，他不能说派一个将领来当前敌总指挥，然后这个前敌总指挥不是他的人，那不行啊。所以短期内的确习近平要整顿军方嘛，重新布局。然后呢，而且他现在也查出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委内瑞拉跟伊朗用的那个中方的雷达防御系统那些侦测失灵都不能用，就算是没有故障也被美国破解，就是说美国你没有办法对付美军啊。那这个问题查哪里呢？装备部总装备部就是谁？张又侠。所以呢，1月初的时候，1月5号、6号左右，马杜罗被抓以后，到了1月下旬，习近平终于忍不住了，对张又侠开刀。对，就说你这个总装备部在搞什么？你这样子的话，武器系统，中国的面子不但丢光，全部都不堪用。对，丢光，而且到时候美军怎么办？你怎么应对美军？所以他也知道这样的系统，这样的武器系统根本不足以打这个对台海的战争。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也必须再花2-3年重新整顿。所以外资忽然间看懂，台湾的地缘政治风险在川习会之后是下降而不是上升。既然台湾的地缘政治风险下降的话，台湾的基本面就是晶片跟 AI 的供应链重心，当然就凸显了嘛。所以外资马上看懂了嘛，资金进来。因为我们台湾这边的交易的话，你如果到7000亿、9000亿很好了。以前的话，上个5-6千亿，大家就很开心了嘛。5-6千就不得了。对啊，你到了最近有一阵子到7-8千亿、7000亿、9000亿很好了。你上兆的话，我说奇怪，那哪来这么多钱？对，那只有一个解释嘛，外资进来。那外资进来的话，我发现从5月21号站上1兆的交易以后，每天都上兆，每天上兆，不是说偶尔露个头哈，不是。所以这个很明显，外资对台湾的那个大局有了一个新的判断。而且你要讲从5月21号开始，不管涨。不管跌，不管大涨，不管大跌，它的每天的成交量都在1.1兆以上，都在1.1兆到1.5兆之间。对，所以我们抓个整数是说1兆以上嘛，哈。对。但实际上的话，就是在1兆以上在那边震荡哈，这个交易量在那边震荡。那这件事情，我们的执政当局，民进党政府、赖清德政府也看到了。所以他说18岁以下每个月花5000块。为什么？因为证券交易税大丰收啊！有钱，证券交易税大丰收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不去做一点那个对选举有利的政策，你更待何时？那其实他们现在这个得寸进尺，想要说把那个交易时间延长到比如说下午3点还是多少？只要多赚一点，多赚一点证交税，因为证交税很好收嘛，又很容易收嘛，就是很容易拔到这个鹅毛啊。可是他们说银行觉得作业上会有负担啊。延长交易的话，银行的结算那个会有负担。我说不用，你只要把涨跌停板的这个幅度从10%扩大为15%，对，你证交税不就又丰收了吗？不过这样现在大家也担心说，你现在比如我们最高到了46000，可是你现在一直在44000上下在震荡。台股就算我今天有这么大的资金，每天有上兆的成交量，我能够支撑台股再继续往上吗？那如果台股不能继续往上，一直在盘的话，那这个对台湾来讲，或者对台股来讲，我怎么来看待嘞？台股大盘指数来讲的话，目前那个突破了历史新高44000、45000、46000之后，现在整理一下，有一个重要的季节因素，就是现在是第二季。第二季的话呢，盘整完之后，下半年一定是冲，所以这个下半年一定会冲。对，因为就长期来讲，比如3年后、5年后，做中长期来讲。台股有可能会挑战10万点，不是4万点，是10万点。为什么？因为台积电还没封顶，台积电的国内外产能开出来之后，它的获利会增加。已经有分析师估计它的 EPS 会从去年的66块到将来看得到200块。那如果你本益比合理估计是25倍，现在25倍很正常，很合理。你200块的 EPS 乘以25不就5000吗？你台积电到5000的话，你大盘指数怎么可能停在5万？不可能，5万是绝对挡不住。所以呢，那个。过6万的话是很可能，那甚至于已经有人估计台积电可能不是5000而已，可能还更高。当然你给他一点时间嘛。你有这么乐观？不是我说别人的分析师比如说很早去年下半年就有人说台积电会看得到6000，对，我说我不敢这么讲，但是我打个折可以吧？
就是说，如果台积电的 EPS 在2、3年内看得到140乘以25的话，就3500嘛。你3500的话，现在2300到3500，还有1200块，对不对？这个空间。那台积电涨1块的话，大盘指数贡献是8点嘛，哈。那你1200乘以8是9600，我们算整数1万点好了。现在44000加1万点，不就54000嘛？所以我说保守一点，我们先台股大盘指数有机会看到52013啊。对，很保险的，为什么？因为5万，这个是起码是54000以上。然后呢，说不定将来台积电国内外产能扩厂出来以后，它的营收搞不好还不止200。这样的我有一个非常好奇是，你看到不知道联发科来台达电呐，但这我觉得接触的投资人给他这个所谓的本益比都是到了30、40，可是为什么对台积电的本益比都压得很低呢？台积电本益比到现在，我只愿意给你给你22的这个本益比。目前在22到25之间 ，OK。台积电的话，一定是最后的大牛哦。你现在让它冲的话，不见得好。是啊，它一定最后将来还是会上去。你觉得会上去？但是呢，现在的话，等于在慢炒。好像呢我们去吃那个热炒慢炒一样，现在慢慢的加温，到最后它还是会上去啊。那现在的话是其他的那个科技股在带头冲，对，这 OK。现在问题是很多人已经看出来台积电还有很大的上涨空间，随着它国内外产能一个一个开出来，它现在在盖的厂产能都被包走了耶。所以魏哲家很确信产能扩张要非常小心，因为很多厂产能扩张之后订单没了，那糟糕。所以台积电一定要确认说订单将来没问题，对，所以它一定是产能一定要落后于需求，它产能超过需求，它糟糕啊。那所以台积电很有信心才敢这样扩厂。现在熊本厂那边要6个厂，日本呢，德国德勒斯登那边也要6个厂。对，美国这边川普的要求已经是翻倍，12个厂。大概是这样，11、12个厂。12个厂。对，那所有的国内外产能一直推进的话，这个未来5年之内都还在盖厂，还在产能扩张。所以呢，我们对台积电的估计算是正常，甚至于保守。可是我们不担心说台积电你现在丢这么多厂，你的资本支出太高了吗？等于说你的资本支出把你的获利全部都吃掉了？不是，恰恰相反。有一个问题，我先借这个机会说一下就是台积电去美国设厂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台积电的成本会上升。对啊，美国劳工法规啦、工资啦、什么员工他们认为台积电的毛利率会下降。是啊，结果现在是毛利率反而上升。其实很早以前我就讲毛利率会上升，可是他在美国的毛利率只有8%，他是利用台湾的这个毛利60几%来平衡 balance 回来的。我跟你讲，真的原因，我当时已经发现说台积电去美国设厂毛利率会拉高，为什么？因为他挤压的对手你看台积电的对手在美国有那个产能吗？没有。他在其他地方有产能吗？没有。那所以台积电扩充海外产能，除了减轻台湾本地的土地、水电供应的压力之外，他把这个压力转到外面去嘛，用外面的水电嘛，他挤压到他的市场对手，也就是我不让 Intel， 我不让三星有任何扩张的机会。他的对手，比如说三星的那个晶圆代工市占率，从以前19%，现在变成多少？7%耶。7%。对，所以呢，他挤压到他的市场对手以后，台积电有转嫁给客户的能力，议价能力上升。因为他在美国的厂比台湾的厂可以贵30%左右。但是它有转嫁能力，所以呢，你看去年的那个第4季，它的毛利率62%，今年第1季到66%，你开什么玩笑？这哪里是制造业？制造业哪里60几%的那个毛利率？所以台积电的这个议价能力非常强，它可以把成本的上升转嫁给客户。对，为什么？因为它的市场竞争地位，它挤压了对手。今天如果它的对手把它订单市场份额抢掉一些的话，那不一样。今天大家发现，其实台积电根本没对手。那你去担心台积电成本上升多余的，为什么？因为它可以把成本上升完全转嫁给对手这个客户。那 Google 把300万颗的晶圆交给了这个 Intel， 不用担心吗？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 Intel 最好台积电把它供在那边，不死不活。为什么？我举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当年在那个30年前在 PC 的年代，老大哥是谁 ？Intel 嘛。Intel 的市占率大多少嘛？80%。然后呢 ，AMD 20%。可是呢 ，Intel 完全有能力把 AMD 干掉，他不干，为什么？他要应付一件事情，叫做反垄断调查。这才是台积电真正的风险。对，反垄断调查，以前美国对付钢铁公司、对付电话公司、对付石油公司，反垄断调查把你拆解，这个才是真正的大问题。所以台积电如果有一个对手不死不活在那边的话，台积电就高枕无忧。但是，所以川普要台积电设厂之外，还要去救 Intel， 当初不是要去救 Intel 吗？还在谈什么入股啦、现金啦，还是股权什么技术干股啊什么的。现在不用了，因为罗威人过去了，所以我不用救你了，你自己想办法。
现在 Intel 最近反而也反弹，股价也不错表现。为什么？因为它的那个老本行啊，先进封装技术大概有一点进展。对，那这个也是台积电的拿手。先进封装技术是把那个晶片能够用新的办法把它封装起来，这个很重要，这是台积电的竞争优势。现在 Intel 跟上来，所以呢，台积电的话在观察说 Intel 到底前进了多少，因为先进封装是原来是 Intel 的强项好，不管怎么样 ，Intel 只要不死不活，活在那边的话，对台积电来讲就高枕无忧。有人讲说，为什么台积电不像这个三星，像SK 海力士，它这个涨价涨那么凶？他说，因为我现在就是反垄断的压力，如果我涨价涨很凶，我那个反垄断的压力就到我的头上。所以你现在这么看好台湾的经济跟台湾的这个股市？那是这样子有人说我们在为美国人卖肝，我说平常台湾为美国卖肝。有事的时候，美国为台湾卖命，真的吗？当然你核算，我说这个交易核算，有事的时候我们需要美国人那个出手嘛，那不就卖命了吗？对不对好，你总而言之，我们讲回来就是说，台湾的竞争优势出现一个问题，美国人、韩国人、其他国家都想取而代之，他们现在发现一件事情，台湾的优势无法复制，无法移转。现在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说，请台积电过来设厂。我说你要搞晶圆制造，你自己搞就好了嘛。你美国也不是没有这个晶圆制造的这个底子，你德国、日本都可以做嘛。为什么你们自己不做？因为台积电所打造出来的竞争优势无法复制。现在台积电敢这么讲了，以前还不敢，怕太嚣张。现在发现不这样讲真的不行，无法复制。那无法复制怎么办？就只能逼台积电去增加设厂，这是美国唯一能做的事情。所以现在这个情况，我把它说成什么？是在半导体产业，可能还有 AI 产业，台湾在保护美国。在军事跟外交上，美国保护台湾，没错可是，在半导体跟晶片上，是台湾在保护美国。所以呢，你会发现很多关税谈判弄了半天，还是那个军购方面弄了半天，美国到最后都是让利，对台湾让利。那一开始的时候好像很凶，该让都让了，虚张声势 bluffing。川普这个老奸巨猾，到最后对台湾是很客气的，可是讲话不怎么客气。为什么？他要掩饰他行动上必须对台湾让利。因为什么？因为他要交换更多东西。从台湾，像台湾答应给美国打造一个美国版的竹科，这是美国要的台湾答应以后，美国就放行了。你看关税马上放行了。那为什么台湾会答应？因为台积电在今年1月的时候，在等去年第4季的财报出来。去年第4季财报出来以后，发现毛利率上升到62%，获利又稳定增加，对不对？放心，所以今年1月答应了那个产能要翻倍然后成交，台美贸易协议马上成交，是这样子。所以现在美国期待台湾在美国的产能能够扩大，对不对？那必要时那些全部是军事用途，一旦有事的话，那些全部是供应军事用途优先。所以美国后来讲。我们这边有一个误解，就是说那个所谓40%的产能那个问题，不是台湾把40%产能放在美国，而是美国需求的40%由美国厂供应，另外60%还是从台湾进口。它的40%讲的是美国需求的，不是总生产量，不是台湾把产能拆了搬到美国，不是，是。台积电在美国的产能，能够满足美国需求的40%。对美国来讲，本来是多少？本来是要6:4，后来变成5:5，现在变成4:6。美国已经有降低条件了那对台积电来讲，这些都不是问题，融资的问题也不是问题。现在台积电最主要的问题是人才够不够用？就是说，魏哲家有讲，人才够不够？水电最重要是人才。对。现在是台湾的几乎理工的学生几乎全都被台积电网罗。现在很多那个大学毕业生、研究所毕业生找台积电的工作相对好找，因为台积电大量要用人，而且还要把比较资深的派到海外去处理海外厂的扩建，所以现在台积电忙翻了。所以是人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才是说技术机密有没有外泄的问题。可是呢，即使机密外泄的话，应该也还没有办法威胁到台积电。所以现在的问题变成说，台积电的供应链能不能跟上？台湾这边的那个水，因为台湾还在设厂，台湾这边还在设厂，没有掏空台湾的问题所有以前的质疑，那些怎么亲中派对那个提出以美派的这些质疑，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成立是这样子。好，那你刚刚提到。每讲一个台积电呢，我们完全改变了台湾的战略地位跟我们的所谓的地缘政治上的一个重要性。那这个时候，刚刚讲的美国就要把台湾牢牢的抓在手上，抓在手上的时候，本来很多人说，我现在在美中之间，我不要选边啊，我两边都讨好不行吗？我两边都这个说都友善吗？我不可以亲美和中吗？你说不可能，
这个世界大事，中美的对抗已经是确定了。从郑丽文这一次去美国，我觉得那个真的太难看了，根本见不到什么人，你最高只能见到科长级的人物。美国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去羞辱郑丽文呢？郑丽文的事情之前我们先谈一下哈，你刚刚提到那个左右逢源、平衡外交这个问题，为什么对台湾不适合？因为台湾从价值观来思考这个问题，他一定要站在民主自由阵营这一边，没有说什么在专制跟民主两边去左右逢源，没有这种事嘛。你去看看韩国一样，日本一样，日本旗帜鲜明站在美国这边，就是回到保守主义这种价值观啊。然后韩国呢是想要亲中啊，结果呢现在美国是在放弃韩国。美国把萨德飞弹系统6台全部撤出然后一部分驻韩美军要削减，不是到冲绳、关岛，可能就到菲律宾北部，甚至于调到中东。现在美国是在减轻在韩国的曝险那个程度，他等于在间接放弃韩国。你韩国不听话，我不要了啊。那为什么？他现在加强整个第一岛链，就是日本、九州、琉球、台湾、菲律宾到那个澳洲，甚至于美国现在跟印尼签那个接近于共同防御条约的那种相互进入、相互准入协定。对，所以呢，现在看起来韩国有被美国放掉的感觉。如果韩国再嚣张下去的话，美国真的就撤了。我告诉你，现在我们讲回来，就是说台湾一定是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必须旗帜鲜明，站在民主自由阵营，这第一点。第二点，从军事协防的观点来讲，台湾也必须站在美国这里，因为会并吞台湾的不是美国嘛。然后接下来，从科技跟产业角度来讲，台湾应该要跟美国这边紧密挂钩。美国是没有半导体制造没有错，但是它的半导体设计是强的，没错。那个前10大 IC 设计公司里面，台湾本土有3家，另外一家博通那个也是一个姓陈的，应该是海外华人。那现在的话，那个 Intel 陈立武当然是这个马来西亚华人其实他们都讲闽南话的，就讲算是台语的好，那可是晶圆制造当然是跟封装测试当然是台湾这边。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会使得台湾在产业上也不能这个靠中国，而是要靠美国这边，从技术级别比较高的这个地方去取得新的动能。将来如果有一天美国、中国和解，台湾海峡两岸那边又和解的话，台湾这边才有东西去吸引到中国大陆那边。这个我有东西你要不要这样子？你现在就靠向中国的结果，你反而切断你跟先进国家的技术连结，这个不符合台湾的利益。台湾现在如果靠向美国这边，靠向这个技术比较领先的这边，技术前沿这边，源源不绝取得养分。如果将来两岸和解、美中和解，台湾有东西啊，我才有，我有东西给你啊，战略高地对，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从产业跟技术来讲，台湾要往高阶走然后将来才有可能说回过头来照顾相对落后的中国那边的产业。所以现在如果台湾倒向中国，然后美国这边给台湾切断的话，那台湾完蛋。所以从产业来讲，台湾也必须站对美国这边。你说从价值、从产业，对，那地缘政治不用讲嘛，因为台湾的那个风险来自中国这边的那个统一的那个压力嘛，不是那个日本、美国这边要把台湾吃掉嘛。所以您看从价值观、从地缘政治、从产业跟技术的阶梯来讲，台湾站向美国这边才符合台湾的利益嘛。那你国民党这边不可能都睁眼说瞎话，说没看到，不可能嘛。那郑丽文这边的情况是，他还没有出害前，我在脸书上已经有不乐观的那个评论了就是因为到现在印证嘛，美国就讲一句话嘛，你是中共的代理人嘛，讲完了嘛。对，那你来跟我谈什么？他说他是北京那一边的人。对，第一个你是北京那边的，这是尽兴。第二个，你的论述来讲，他有讲一句话叫做躺平了就有和平。那英文不就做 rest in peace，RIP， 就是在讲什么嘛？美国人就讲很那个。战争部长在那个新加坡的香格里拉会谈讲得很清楚，准备好战争，你才有资格谈安全跟和平嘛。就是我想打你，我建军备战，你也想打我，你建军备战，我们都没有获胜把握，不敢轻举妄动，僵局嘛。我说僵局就是和平嘛。在和平是求战争而不可得的结果嘛。你没有准备好战争，你哪有资格讲和平那战争是什么？战争我跟你谈和平，我透过外交努力要跟你谈出一个和平解决方案然后呢，你也想，可是呢破局的结果证明了和平绝望，所以开战嘛，动武嘛。所以战争是求和平而不可得的结果嘛。你今天要和平的话，一定要准备战争嘛。
恰好相反，如果你是要战争的话，你可以大谈和平方案，然后破局嘛，证明说和平破局以后怎么办？那只有打了嘛，就只有打。所以它的原理是这样的，这个诡异而微妙的。所以台湾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跟和平，一定要追求强大的国防，宁可有强大的国防备而不用，而不要说到时候真的人家动手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那不行。你看瑞士是中立国，整天建军备战，整天都演习训练的。你看以色列小国对不对？一样啊，整天建军备战的，然后反而人家比较安全，相对来讲比较安全。你台湾的话现在是怎么样？现在是中国大陆一边，美日军事同盟一边，这两边在台湾形成权力平衡。所以过去70年来，台湾没有战争啊，连金门炮战都没了。是因为大国在台湾这里形成一个平衡，一个僵局。如果你不能维持这个僵局的话，你哪来有和平？对啊，所以台湾有一个微妙的局面，就是你没有东西的话，人家看不起你。台湾现在有半导体，有 AI， 人家看得起你了啊。然后呢，小国有了好东西以后，大国会想来拿走。你不可以。小国没有东西，人家看不起你，随时把你踹开。可是你有东西以后，大国一定施加压力要把它拿走。那小国怎么办呢？把另一个大国拉过来，让大国之间互相平衡，这是唯一能够帮那个所谓左右平衡论的找到的那个论述，就是说让境外的大国互相僵持不下，台湾才有那个和平空间。本来是这样，但是呢，实际上呢也不完全是这样。为什么？因为现在就是你说的美中对抗。美中对抗是全球性不是只在台湾海峡对抗或者在第一岛链对抗，它是全球性的因为中国想用别的地方把美国困住，包括支持俄罗斯打乌克兰，包括支持伊朗去对以色列动手。为什么动以色列？你知道吗？因为中共的战略分析认为，你要挑战美国霸权地位，首先要应付美国在亚洲的布局。美国在亚洲的布局就2个地方，西边是以色列，东边是台湾。所以他要打台湾之前，他也先动以色列，也是这样。那透过谁？透过伊朗。所以呢，你会发现中共的布局是全球，也是全球一盘棋，然后跟美国是在全球范围内厮杀。他用贸易跟投资去绑住中南美洲国家，因为我觉得他其实是2个地方要卡美国，一个在你的后花园，我用委内瑞拉去卡你，对，跟古巴卡你。我在中东，因为中东是个火药库，所以我用伊朗在中东闹事，对，你的第5舰队你就必须要过去。对，现在我觉得川普最妙的是，他就把你现在中国要牵制美国的2个棋子。委内瑞拉跟伊朗，我同时把你拔掉。对，现在变成说美国在利用伊朗战争，其实表面上是针对伊朗，没错，但是实际上也打的是中国包括能源围堵，因为中国从委内瑞拉跟那个伊朗这边拿到能源本来是20%，可是现在整个封锁的结果，中东的油不畅通嘛，它等于实际上30%到40%的能源来源受影响。对，然后怎样应付呢？它启动战备储油。先应付一下估计应付过的话就可以补充嘛美国知道他要这样做，所以美国就把反封锁给拖长。现在是美国在拖延，不是封锁荷姆兹海峡，不是伊朗在拖。现在是本来大家都以为说伊朗拖嘛，就拖时间嘛，要把美国困住。但是千想万想，没想到是美国在拖时间。然后他不但挤压中国，他还挤压一个对象 ，OPEC。美国现在是要拿下石油的定价权跟话语权。美国现在产能是2500万桶，需求2000万桶，有500万桶的出口能力，他要从 OPEC 抢下500万桶的生意，所以他如果很快结束的话，全球买家就回去中东继续做生意了嘛，就从波斯湾出来了。可是需求端不能等啊，现在只好跟美国买油。请问你跟美国买油用的是什么？美元结算，然后呢，你签长约，那将来战争结束以后回不去，所以呢，美国在挤压 OPEC， 然后阿联酋。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还退出 OPEC，5月1号对不对？那退出 OPEC 以后，美国给他什么奖励你知道吗？签那个货币互换协议。这件事情很重要，很多人没看出来。货币互换协议是因为石油国家本来要花什么钱都排好了，可是最近石油收入进不来，他马上有那个现金的压力，对不对？他到时候拿他本国货币跟美国联准会货币互换，等于调美国现金，应付这个美元债务压力，避免出现美元的债务违约。那就避免金融风暴，所以呢，他们这样做以后，其他国家看了以后会跟进，到时候的话，大家使用美元的机会变多，然后就更有价值，就是美元使用更有价值。因为这几年来我们看到了，因为中国现在是全世界买油大国，等于说现在这个沙特阿拉伯跟阿联酋的第一个买油大户都是中国，所以中国本来是要求说，你既然我跟你买油，我们之间就是用人民币来计价。
现在美国就利用这个方式，把你人民币计价的这个逻辑跟这个形态，又改回用美元计价。对，但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这个所谓的价值跟地位，就更不可动摇了。对，我现在说哈，能源战争的背后是货币战争。所以表面上针对伊朗，其实针对的是中国，还有欧佩克，还顺便说一下北约，它是检验北约。其实美国自己讲，我根本不需要你，可是我假装我要跟你通过你领空，我要在军事基地落地加油补给，然后呢，欧洲国家拒绝，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5个大国全部都拒绝。美国说好，你没有盟友价值，他要开始考虑退出北约啊。现在还没有具体落实，现在只是把部队从德国调到波兰，还没有说完全撤出欧洲。但为什么他真的要撤出欧洲？因为美国发现他的国债超过39兆美元，里面有超过22兆美元是因为北约的开支。他在欧洲的安全上的开支，其实是构成他今天债务压力这么大。没错，所以他要撤啊，他要降低这个方面的债务负担。他没有跟你明讲，但是实际上是这样啊。所以他利用这个伊朗战争，既对付了伊朗，也对付了中国，也挤压了欧佩克，还检验了北约，一石多鸟。然后最后的话还保护美元的霸权地位，因为你跟德州买油都当然增加美元使用，那你跟伊朗买的话是人民币结算，你跟沙烏地的话据说有将近40%是用人民币结算，那你现在全球买家不能从中东顺利拿到油，所以改成到美国买油，所以美元的使用上升，人民币的使用下降。所以简单讲，货币战争。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抖内商品，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团队制作更好的精彩内容。而你的超级留言，我都会认真看的。好，那我们看到美国、伊朗他们现在已经签了一个和平协议了，就是说看起来伊朗的这个所谓的身段到现在已经开始慢慢要告一段落了。那这个东西，比如说真的美国处理完伊朗之后，那中国还有跟美国叫板的权利吗？跟能力吗？其实早就没有，但是美国不希望他发现的太早。这个很像我们去赌场哈，赌场知道你如果一直玩下去的话，根据概率他一定赢。可是呢，你偶尔会赚，偶尔会赢一把，他怕的是你走了。你如果你这个赚了就走，还是你赔了也认赔就走，那他哪里没辙？他希望的是你一直停下来留在那边，因为根据几率大数法则，最后你会输啊，赌场一定会赢。那所以呢，现在美国一定知道他一定赢，他最怕的是中国突然从大国梦觉醒，发现他其实不是美国对手，现在大概已经内部可能已经发现了啊，这样的结果，美国就讨不到便宜。现在美国要讨什么便宜？现在美国等于把中国架在火上烤，中国其实真的不是对手，不是我们唱衰他真的不是对手，但是美国就怕中国发现这一点，所以呢，不断的唱好中国，很多人在唱好中国。最著名的就是那个林毅夫林毅夫整天说中国的总量在什么时候会追上美国，超过美国，其实美国根本不放在眼里。然后现在终于有一些人点出来，像这个书《商业争霸》这个书会点出来。那其实第一个，中国在技术阶梯上，它的世界工厂是从下层开始发展的，往上走。它到上层的结果，习近平当初提了一个东西是对的，是方向是对的，叫做中国制造2025。在所有重要科技领域、前沿领域，中国都要有地位，对不对？可是呢，他的方法不对。什么方法？他用窃取别人的技术，用间谍、用并购等等，他不是真的建立起自主创新能力。习近平整天讲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方向对，没有实现，没有做到。整个方法不对，为什么？因为在所有领域，他都要党的领导，他都要社会监控。你想想看，你搞创新的人，你一定海阔天空，一定是什么离经叛道一定标新立异嘛？你怎么可能说整天给党来监控跟领导？所以他的这个体制注定没有办法真正有创新。可是他有一些科技企业好像有创新，对不对？那一开始他可以落后追赶，别人搞出什么东西，他跟上来，跟得很紧。所以他没有原始的创新，他可以有后来的创新，叫做反向工程很快。对，逆向工程叫做后发优势，这个可以。那可是呢，现在美国就看出来了嘛，就开始出口管制嘛，设备不卖，技术不卖，硬的软的都不卖。那你有本事你自己来嘛，所以呢，美国现在是上紧发条，很认真的在跟中国对抗，他已经承认中国是对手。然后他这个对手跟苏联比不一样，苏联搞军备竞赛会垮掉的原因是因为他军备竞赛投入的东西没有转化成民营企业的竞争力创造力。你看美国的这个资本主义体系里面，它的民营企业很强。
军事用途的东西，最后都转成商业用途。你看那个 PC 啊，那个网络，这些原来是军事用途很多材料科学，二战以后的那个材料科学都是军事用途。那你看机器人、机器狗，那个也是军事用途。很多军事用途的东西最后移转民营，像是比如说那个大楼外面洗刷玻璃，以前是人现在都机器那个也是都是那个技术创新带来的民间商业应用。那苏联没有，苏联没有民营企业资本主义体系去把军事上的研发转成商业的竞争力，没有。那中国有，所以中国拼命的窃取，但是它没有前沿的那个原始的创新，它是后来者的创新 ，copy 你、改良你这样子。那这个是早期台湾也是这么做，日本也是这么做，但是它现在在很多企业，它的所谓新三样，它的新质生产力等等，它希望能够追上美国，但是它做不到，因为它没有这个企业的创新的那种企业文化。你要搞创新，你要保护个人自由，你做不到；你要保护创新的成果，要法治保护智慧财产权，你做不到然后呢，你要鼓励那个多元性灵活性，对不对？不要动不动都去监管，都是那个党的领导，你做不到。所以中共这个体制注定在创新能力上最后不是美国对手，但是你模仿制造这个可以，就这样。然后美国要中国乖乖的做打工仔，那中国不愿意 ，OK， 你要崛起，你要取得技术来源 ，OK， 但是你又没有自己的创新能力，就卡在这里。所以美国现在用高新技术在打，现在美中对抗不只是地缘政治的较量，现在重点也不只是能源的较量而已了，现在是 AI 较量。AI 真的非常重要，在美中对抗里面非常重要。所以这就是台湾重要的地方。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情报局局长在这个国会这个做听证的时候，我就要讲一个妙，就刚刚你提到，他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在委内瑞拉，我们今天可以在伊朗，然后呢把这个中国的这个武器打到毫无招架之能力。他说中国的武器都是反向工程，都是逆向工程。中国的逆向工程是我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所以呢，我只要做一个转弯，我只要做个变化，我只要做参数的改变，中国就完全没有能力招架。他说中国就是因为用逆向工程，所以它的雷达的参数，它的今天的这个所谓的反辐射的这个参数都是固定的。所以美国只要在这个你的参数外面给你做文章，它完全被美国这个控制住。就像你讲的，你知其然不知所以然，你会复制，你会大量生产，可是当你怎么去把这个东西从0到1生产出来，这个能力没有的时候，你就完全不是美国对手了。然后美国还一招，顺着你讲的这一段，还有一招，美国等于在布了一个陷阱。美国故意刺激他说，你看你这个低阶的可以，你高阶的不行，你缺乏创新能力，所以逼你去走高阶。对。所以中国就大量投资，然后大量投资的话，关键的技术、关键的设备，美国控制住。对，所以呢，那些钱全部打水漂。也就是说，我不能买 ASML 的极紫外光机，我也不能买它的这个深紫外光机，我怎么办？我就自己做光刻机。当我要自己做光刻机的时候，我们刚刚讲，没有一个东西是一个国家能够自己生产的。我们看到这本书，我觉得《商业争霸》这本书非常有趣，是说现在都是国际化，包括 ASML， 他讲。ASML 里面是现在全世界唯一可以做晶圆制造的这个机器，可是你知道吗？现在荷兰它只有15%的技术是它的，在整个 ASML 的这个光刻这个所谓的极紫外光机里面，15%是它的，其他85%都是全世界各个地方的厂商的。所以你的能力不是说我要能够独占我那15%呢，而是你要有个掌控全世界的掌控等于说掌控技术、连接技术、整合技术的能力。他说中国。你现在就是埋头苦干去做你的光刻机，最后你的做的光刻机也不能用，又浪费很多钱，你等于说就变成了当年美苏争霸的时候的那个所谓的星际争霸，你浪费很多钱，可是你效果会非常非常的低。所以我说半导体是变相的军备竞赛，就是活活把你拖进来，然后你不甘心，你撒钱大撒币，国家补贴，到最后呢做出来没有，这钱全部浪费。对，然后呢，晶片完了之后，现在什么 AI。现在美国一整天讲 AI， 就是在刺激中共，然后中共又大撒钱，开始国家补贴又进来，对不对？搞 AI。可是呢，我们回顾一下晶片那边晶片设计的用的那个软体架构是美国的，三个软体都是美国的。美国掐住以后，中国没有办法不靠这个软体来设计晶片，更不要说后面的晶片制造跟封装。所以呢，这个我打个比方当年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汽车业。
那个19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的时候，老布希当时要竞选连任，输给克林顿。那个时候，他率领美国3大汽车厂的执行长去日本施压，要日本开放汽车市场，还有买美国的零组件。最后日本压力够大，就放了。放了以后，日本多了一个条件，就是说你买车一定要先登记停车位，合理吧？哦，我知道。可是日本的停车位都小格的，只给小车的，对，美国是大格的，所以到最后日本有开放，但是呢，美国车卖得不好，对，只有企业的迎宾礼车会买林肯啊什么的哈，因为汽车有企业有停车位是这样来。然后呢，就你现在看到美国在 AI 在晶片上面哈，对中国的那个情况哈，当年看到了日本怎么应对那个广场协议，日元升值，后来有半导体产业，对不对？在打日本，日本汽车业怎么做？你知道吗？他把那个工厂设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泰国，最后在泰国组装。所以东南亚各国都分到汽车业的一杯羹，可是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组建自己来模仿制造完整的车来跟日本竞争。今天同样的逻辑在半导体产业有很多环节。对，这韩国是记忆体，台湾是晶圆代工跟封装测试，日本特殊化学材料，荷兰的话光刻机，美国自己还有半导体的设备、半导体的那个软件、智慧财产权等等，美国把它串起来。所以很多环节，就像当年菲律宾会做这个，印尼会做这个，马来西亚做这个，泰国做那个，然后呢，每一个人分到一杯羹，可是没有人能够把它串起来。串起来的是日本企业本身，所以日本生产线转移到东南亚，可是没有看到东南亚有挑战者出来。今天美国一样的逻辑，把半导体产业切割成好几片，然后每一片的话分在这里，分在这里。然后呢，大家分工的结果，每一个领域都有竞争优势。然后呢，你中国如何同时打通所有环节？那没有办法。对嘛？是这个，而且都是非红供应链，都不可以跟中国的供应链产生关系。对嘛？所以现在中国一直没有看懂整个局面，所以是美国在主导、在串联整个技术的布局，然后美国把很多利益切出去，但是最后收割的是他。然后呢，中国没有看懂，就要来跟他拼，国家补贴，钱撒下去，最后都打水漂。中国有没有投入？有没有成果？没有。然后呢，后来发现不对，要怎么自力更生，然后自主创新能力，讲对了，但是呢没做到。所以中国有很多事情非常想，他想要统一台湾，他想要高科技跟美国平起平坐，他想很多东西，可是呢他做不到。那我们这边的很多人就以为他想了就做得到，然后就以为他是大国崛起。我们现在讲一个重点哦，大国崛起是在美国眼皮底下的现象。美国让你中国大国崛起，你中国才有大国崛起。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哈，他说中国的条件包括人很勤奋，包括土地多、大人口多、有人口红利都没错。但是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没有，一定要到邓小平改革开放才有？邓小平是向美国交投名状，美国决定支持他的改革开放。所以呢，你看哈，取消贸易跟人权挂钩，64以后嘛哈，对，然后呢给你最惠国待遇，让你进 WTO，然后开放市场给你进来，让你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用发展中国家地位进来，这些对中国经济影响非常大。订单来、技术来、管理来，还要台湾把厂搬过去。美国是全力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他相信了一个东西，后来证明是错的，叫做和平演变论啊。然后现在美国觉悟说发现不行啊，那和平演变不行以后，当然现在就是对抗。对抗的结果，美国一定要抓住重要的产业、重要的技术啊，特别是有战略性质的，这一定要抓住。那这样的结果，中国没有觉悟，还在跟美国对撞，然后到最后的结果会活生生被美国拖垮，用各种变相的军备竞赛啊，半导体是军备竞赛 ，AI 现在更是军备竞赛，因为你不投入不行，可是你投入一定输掉，所以呢，中国就是玩也不是，不玩也不是，他到最后只有一条路，就是向美国屈服。可是他现在不是讲说，在这个领域里面 ，AI 的领域里面，中国其实本来蛮强的，包括像在机器人，对，在无人机，对，然后在这些生产上面，特别是在新的能源上面，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太阳能板啦，或者这个所谓的风力发电啦，中国都是最强的啊。中国有企图做一些努力，没有错啊。但是你想哈，风力发电跟那个太阳能发电，它是看天气。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它产生了电力以后，它要输送，它要储存。那这个的话，后面就有问题了啊。我们台湾这边台湾海峡风力也很强啊，可是呢，大概有半年时间可以做，半年时间不能做。那太阳的话，你下雨天、阴天也不行啊，就是说那个看天气的啊。那应该要有一些不用看天气的，现在大家已经开始回到核能。
也就是核能应该被认定为安全啊，是安全的那个能源啊。然后呢，中国也搞能源。其实现在中国有一个东西是潜在的威胁，就是成熟制成的晶片，它大量建厂，因为这个技术它做得到的话，它就大量那个建厂，然后变成产能过剩。到时候这个成熟制成晶片往外面倾销的时候，不但美国受影响，台湾也会受影响。台积电的那个利润里面，还是大部分来自成熟制成晶片。虽然它在先进的晶片在扩张，那个市场占有率很高的市场占有率，但是它的获利大部分现在还是来自于成熟制成。光是那个汽车还有武器都是用的很多都是成熟制成。现在中国已经有成熟制成的那个能力，它现在在大量建厂，这个还是我们现在比较担心要观察的。那现在看起来，中国在很多地方企图跟美国较量，当年的所谓中国制造2025画出来的那个领域都是前沿的啊。然后呢，当然他们用间谍、用并购、用窃取各种方式叫做弯道超车。那很多地方就变成弯道翻车啊。现在台湾的做法就是，它是实实在在在做研发，然后它要控管技术，不要外流，不要外泄啊。那中国的话，想方设法要来窃取，要来模仿，甚至于跟日本一样想要来窃取台积电的机密或者技术来源等等，但是都不行。因为它这个已经不是单纯的技术战争，而是整个企业的一个战争，包括企业的制度文化，包括对创新的尊重、个人自由的尊重跟创新成果的保护，这个都要整套的。这不是说你今天有买到一个技术就可以追上来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买到一段就可以了。对，你看很多台积电的员工为什么愿意卖干？我们所谓的卖干形容词啦，对不对？为什么3更半夜机器有故障要赶快去维修？就是整个企业文化让台积电人有一种成就感，有使命感，是这样来的啊。所以你看很多员工的话都以进入台积电为荣，然后为台积电的话那个效力都是很自愿、自动自发的啊。3更半夜要赶去处理问题，这个都很正常、很自然。你说美国、日本都做不到啊。所以呢，我们有一些东西叫做企业文化，形成了一个竞争优势，而这个优势别人没办法复制。局面现在到这里，然后现在我们要扩张，就是我们掐住美国、日本、德国的晶片命脉。接下来是 AI 的那个硬体设备的命脉，像机器人这种东西、无人机这种东西，很多零组件台湾供应嘛，所以台湾会逐渐扩张这些供应链，到最后无人机、实体的那个机器人这些还是要看台湾，不是只有晶片跟那个封装测试啊。你知道那个我们的卫星的那个镜头解析度非常高，地面上的车牌号码都看得到，在高空中所以呢这个很惊讶。然后我们有一些材料在水面下的那个舰艇它那个抗摩擦能力很强，所以音效非常低，到政策不容易政策出来。台湾有很多黑科技，最近台美贸易协议里面有谈到一条，他说我们达成的目标有6个，达成目标5里面有6个字，叫做稀土回收能力。这官方文件不是我编的你说台湾有稀土回收能力，然后在台南，在归仁那里，它怎样呢？我们台积电的良率如果是92%，那8%就是废料，对不对？那你过期的手机、笔电里面都有很多用过的那个稀有金属嘛，那怎么回收？台湾有技术，因为欧美是用化学把它回收，成本很高，效果不好。我们台湾用的是电浆高热度融为气体，然后再从回收，效果很好。然后呢，我们的回收企业回收稀土金属不赚钱，可是企业有赚钱，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回收的东西里面还有一样东西，黄金。对，他从黄金赚钱，然后他顺便回收了很多稀有金属。那台湾现在有500多吨要回收，美国这边可能也要把废料运来台湾回收。那这个回收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中国的稀土出口管制无效，因为我可以就现有的产品里面你都有稀土成分，然后这个稀土成分我如果用回收的话，我就可以继续再利用了。对。所以台湾有稀土回收能力这件事情，我们以前只是听说传说，一直到台美贸易协议里面官方的说明里面列出这几个字，清楚了。我补充说明一下，达成目标6里面有说双向投资，台湾去美国增加投资，对不对？制造业嘛，半导体嘛等等，美国也要来台湾投资。你说美国跟韩国跟日本有提到这个吗？没有。好，投资什么？列出5个领域，第一个半导体，再来 AI。然后再来呢，安全监控、国防、工业、生技等等通讯这些。我说奇怪，半导体，你不是要我们去美国投资半导体吗？你美国来台湾投资什么半导体？答案是什么呢？记忆体。美光买下力积电，对不对？美光要把记忆体的产能放在台湾。我要补充一下，美光大概7%
一半以上的产能是在超过台湾，一半，对，超过一半产能在台湾。对。然后呢，现在他要在台湾扩大记忆体的投资，你知道为什么吗？美国要减低对韩国的依赖，然后要扶持台湾的记忆体，所以呢，过去半年多来，记忆体的股价飞涨嘛，飙好几倍嘛，后面还有，估计这4-5年内的话，记忆体都还是缺货，都还是涨价，所以呢，你看出来，美国要在台湾搞记忆体，因为记忆体不是台湾的强项，记忆体是韩国的强项，这个毫无疑问啊。那可是呢，你看看美国的用心布局。他为什么扶持台湾？因为台湾对美国没有安全威胁，台湾放心，美国放心。你看看韩国才5000万人口都不怎么听话，日本1亿2千万，打过美国的是日本哦。美国领土上没有被苏联这个侵略，没有被纳粹德国侵略，真的有打到美国领土的是军国主义日本，所以美国对日本是提防的，可是美国没有理由提防台湾，对不对？所以美国很放心。把半导体产业从当年的日本转到台湾来，我们后来有什么联电啊、台积电的起来是因为美国当时决定打压日本的半导体转到台湾来，记忆体转到韩国去，所以这样子是活生生把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压下来的。当然有特殊的法案成立的，就专门针对日本。所以我们很多人我们看那个那个照片者就赵光者赵光者那个影片里面纪录片里面讲了很多台湾这边怎么努力，对不对？这个没有错，但是漏了一个国际大环境，就是美国存心把半导体产业从日本搬来台湾，然后才会培训。1976年很多人去接受美国对，就是曹金城他们那一批，对，那是因为美国已经决定把半导体转到台湾来，为什么要阻止日本？这国际局势是这样，然后我们很努力政府也配合。包括很多那个所谓财经要员都很支持半导体，决定放手一搏等等，也包括张忠谋啊等人的那个领导，我们自己有出力没有错，可是也要有国际环境配合。而这一点的话，在那个纪录片里面没有，这一点没有。他记录的是台湾这边怎么努力去接过来。OK， 这个 OK。当时呢，包括本省的、外省的，不管你是什么省级问题没有，都是大家全力来拼这个。那看到今天有成果没有错。可是呢，我们还是要回到国际局势来。今年台湾继续在晶片产业壮大，然后 AI 产业也壮大，将来还会有第3个护国神山。现在第1个护国神山晶片，第2个护国神山 AI 第3个护国神山估计是无人机产业。为什么？因为大国跟大国没有办法开战，只能打代理人战争，大国去打小国，小国没有办法养什么航空母舰战斗群，什么超高音速导弹，但可以用无人机。对，用无人机。所以乌克兰现在变成无人机大国，伊朗也用无人机在反击美军基地嘛，那台湾一样，台湾这样到时也要用大量无人机来保护自己。所以呢，无人机产业是下一个有可能变成一个新的下一个产业。好，那我们要讲，之前我们知道台湾很多人不断在吹嘘说，现在中国其实是飞虎下阿猛，中国现在的国力已经崛起了，中国已经可以对这个美国造成威胁了，甚至呢，中国现在的 GDP 已经占了这个美国的70%以上，如果再发展下去的话，总有一天，甚至他讲了，他的人均购买力已经超越了美国。可是我们看到这本书里面，就商业争霸里面，他提出2个观点，一个观点是你不能只看基本的 GDP， 你要看它的影响力，也就是在高科技上，他讲的我觉得非常的现实，讲说，第一个是，居然在卡脖子瓶颈的高科技产业里面，中国只占6%，美国跟他的同盟占84%。另外你再讲说用 GDP 来算的话，中国的 GDP 很多是虚构的，因为这几年来，你看它的房市，你看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基础建设，可以看出来说那都是虚的。把那个扣掉的话，他说中国去占美国的 GDP 的比例居然不到1半，甚至他讲说中国现在在科技制造，甚至在生产制造上对美国的威胁还不如当年的苏联。对。因为第一个撇开数字造假有水分这一点然后呢，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最重要的是购买力这个东西不要再用。购买力这种东西真的是骗人的不要大家都说根据购买力中国的生产总值如何，不要去讲购买力。我打个比方，购买力有一个指标蛮常用的，就是所谓麦克指数就是大麦克指数。各个地方的麦当劳那个大麦克都大同小异，所以拿那个价格来换算叫做购买力。我们拿了用美元的话，我们可以到那个麦迪逊花园广场去看 NBA 总决赛，你拿人民币能看吗？对，我们可以去看那个9月份的美国网球公开赛那个精彩的大满贯比赛你人民币行吗？
所以你的货币购买的对象不一样嘛，你去比较这个购买力没有意义啊。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拆解，就你不要再去采信什么购买力评价说那个没有用啊。再来第二个，关键技术是的确没有在中国手里，是在美国跟盟友手里。所以当初习近平提那个方向并没有错，就是要追赶在高新技术领域里面要有中国要有一席之地啊。然后他也知道要有自主创新能力，他讲过好几遍，问题是你没做到，为什么没做到？他也做不到。你的制度、你的文化、你的那个很多条件里面，你没有真正在支持创新嘛？你支持创新的话，你要允许大家标新立异啊，允许大家离经叛道啊，允许大家有个人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有啊，你没有嘛？你动不动党的监控嘛，从企业到学校都是党的监控嘛，然后甚至于毕业生的分发工作找工作，你党还是很多的地方在国家安排等等嘛。所以你是一个计划经济、国家型的经济，你根本没有办法跟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去同台竞技嘛，你国家补贴到一阵子以后就不行，就是说国家补贴有用，但是呢，某一个阶段可以，比如说台湾早期的发展，所谓10大建设是打造公共财。透过公共财去推动当时的经济发展 ，OK， 但是随后没有办法再去搞什么第3条、第4条高速公路了嘛，你没办法再搞第2个、第3座中钢嘛，就是公共财有一个限度，一开始有用，随后要让公共财来帮助民间投资，让民间投资去推动创新、承担风险、组织人才等等，这个国家没有办法取代。你看现在中国的问题就在这，他还在靠国家补贴，他还在靠这个计划经济，国家的那个制定很多经济产业政策。那产业政策，你说日本有效啊？日本的确做过有效，台湾有一阵子也有效，但是不要忘记，日本的实力还是在民营企业，不是国营企业嘛。那所以呢，不但没有国营企业，而且产业政策也在退缩。像美国的话，没有产业政策。他说我问美国人为什么？他说我们不可能让2流的人在国家体系里面制造政策，去管1流的人在那边经营的企业嘛。1流的人才都在民间企业嘛，2流的人才进入官僚体系嘛。所以美国的官僚体系是很尊重那些民营企业的嘛。你看，所以呢，现在我们要了解的就是，你中国想要打造创新能力很好，但是你没有把那个条件做出来嘛。你一定要尊重人家个人的那个自由嘛，包括思想信仰的自由嘛。那怎么样确保个人自由？一个检验标准是什么？你有没有保护宗教信仰？你现在对宗教信仰都在打压嘛，所以你根本不可能真正的有个人自由。那没有个人自由，你不尊重多元性不尊重这个各种那个奇奇怪怪的东西，对不对？你最后哪来个创新？好，那另外这本书里面，我觉得他用了一个我觉得非常强烈、非常刺激的一个字眼，用说中国是一个波坦金的超级大国。那波坦金其实是说沙俄时代里面的一个大将，那等于说当时的菲苏亚女皇她要去来看这个地方，她觉得这个地方非常落后，她就造了很多的这个布景，找了很多人来作假，所以就变成了一个等于说在这个国际政治里面很清楚，就是如果你被称为波坦金，就代表你做的东西都是门面功夫，都是虚假的，都是不实的，不能持久的。他居然用波坦金超级大国来形容中国，有这么严重吗？这个形容其实还算贴切，因为的确有很多东西是所谓面子工程，就是在中印边界冲突的时候，印度士兵拿了石头就往卡车砸过去，结果发现马上就穿帮了，很脆弱。他的中国制的悍马这个汽车，悍马造也是非常强的，吉普车什么的，对的悍马，就是悍马前面的保险杆就被打掉了。对，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因为他们以为不会有战争，所以偷工减料很厉害，豆腐渣工程很厉害。从民间的建设建筑到那个军事的装备都这样嘛，所以这个问题暴露出来。然后呢，更多的情况我们会看出来它的数据有水分，他们自己讲的很客气，有水分。其实地方的人都知道，我们往中央报的数据都是有水分的。所以你连中央自己都不见得真正了解你的那个经济上的那个数据是多少。对然后有一个新的重点就是中国的人口不是14亿。他们自己上一次人口普查以后得到的数据是什么？是8亿而已，连10亿都不到。所以数据造假到这种地步，所以你连中央都不了解实际情况。然后最近的一个数据出来的话，大家比较无法否认的，因为中央的财政靠几个地方，靠上海、江苏、浙江这3个地方来养中央。现在呢，连上海都亏，对，现在连上海的财政都是赤字，那更不要讲其他地方。所以现在中央财政压力很大，地方财政早就是那个压力很大。然后地方财政的压力现在超过100万亿然后国营企业的那个债务更大。
所以现在中央没办法对地方做财政补贴，叫移转性支付。那地方到时候要自己找财源，有可能演变成清朝后期的那个所谓东南联省自保一样，自求生路了。一开始他怎么做？就像我们这里拖吊，汽车拖吊开罚单，还有那个卡车过磅的时候说你超重，开罚单，这个里罚单那里罚单了，地方在抢钱了。然后呢，你会发现中央无力照顾地方，将来的话会变成什么？地方割据，就会说从中央集权演变成地方割据。地方割据以后，那时候谁来打台湾？你会想到从这个财政的问题，你可以看出来。然后呢，现在美国在金融上也开始掐紧。现在是他拿不到能源以后，消耗他的战略储备石油嘛。我们刚刚讲了。然后可是呢，他的资产冻结也开始逐渐增加。某些情况，某些企业叫做金融制裁。那就冻结你的资产，或者不让你做美元交易等等。好，那这个问题说，你觉得在这个中美大战里面，美国现在到底要怎么去对付中国？他到底想要等于说他真的要把中国彻底的压制吗？彻底的毁灭吗？没有一个限制，他不能让他要削弱中国，但是不能让中国经济崩溃。原因什么呢？原因是因为大量的经济难民涌向周边地区以后吃不消。比如说贸易战的时候，川普1.0的时候。据说 CIA 内部有一个评估报告，就是说将来中国会产生经济难民1.5亿人，其中如果有200万人投奔台湾，用渔船、商船、铁壳船、什么气垫船，有这东西，台湾就崩溃了。所以他要避免很多经济难民涌向周边地区，甚至于走线到美国。现在美国这一次要跟习近平谈的一个话题就是非法移民，来自中国大陆的非法移民大概有超过10万人要遣返，中国接收。这也是一个话题，10万人呢，而且很多是年轻人，李小平头的嘞，说不定是解放军下来的啊。所以现在美国担心的是中国经济崩溃以后反而不好收拾，所以美国要中国经济走衰，无力跟美国对抗就够了。至于把你搞垮的话，那你到时候躺平了，那美国反而不好。好，那这样问你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刚刚在谈到了郑丽文，但是没有了。你觉得郑丽文今天到了美国，受到这样的一个待遇，到底是美国透过郑丽文？他要告诉台湾什么样的讯息？第一个，你必须在所谓美中对抗当中明确选边站，没有例外，韩国都不能有例外日本很明确选边站美国这里台湾也是要必须选边站美国这里，不管从安全、从产业、从利益、从价值观，你都必须站在美国这边所以呢，任何想要靠亲中的话，你不可能说亲中又亲美。现在郑丽文想要证明他可以亲中又亲美，这条路线垮掉了。第二个的话，国民党这边的所谓那个以美论、宜川论，这个也垮掉了然后接下来你会看到很多办法，美国可以绕过立法院的国防预算，直接把军火塞到台湾手里。我给军事援助行吧，我给你垫款行吧，我当你真的需要靠你的国防预算。所以美国处理国防预算，其实是把它出题目检验国民党的政治立场。国民党这一次全部曝光。你怎么可以牺牲中华民国的国家安全来成就你的一党之私？所以这一次的话，美国等于是要透过军购的这个操作，把立法院拿回来。整个操作其实是着眼于立法院的改选之后，蓝白退下来，不再成为多数。这才是张目标。好，我跟他讲，台湾是一个小国家。刚刚这个嘉龙跟我们讲，就算是半导体，也不是说我们自己想努力就可以努力，那一定是在整个国际政治上面，整个国际的分配上面，台湾能不能再有那样的一个位置，我们才可能有再进一步的发展。所以看到了中美现在这个竞争是非常具体的，而中美竞争具体里面，美中之间的这个差距也是拉得越来越大。而就台湾的利益来讲，不管就地缘政治，不管就科技，不管就价值上，我们没有选择，当然是要跟美国来这个选边。至少你在这个选边过程里面，台湾强大茁壮之后，才更有能力去面对中国。所以我们在节目里不断的在强调这件事情，就是看清世界大势，才知道台湾的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下去。非常谢谢嘉龙跟我们讨论，谢谢大家。各位宝洁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对我们的支持，还有您对我们的指教，其实我们都会认真的阅读，因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要自我检讨，甚至我们未来怎么去调整方向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我们就刚刚讲到的，就是你现在的这些留言有什么留言，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子来的跟观众来进行回答。淑君说：“支持宝洁集团队，你们是最优秀的。”非常谢谢您的肯定。当时讲说，我们的节目其实
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那这种改进也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听后X5R他说，政府部门主管机关应该管理一下，坚决不让中共产品进来台湾。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就是现在大家觉得很难思考，是说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网购，现在很多的网购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国的网购是这样直接进来。那你如果说没有任何的管制，现在很多国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说为什么我们台湾在这方面没有管制。你没有管制，第一个你的品质，第二个你是对台湾的商业、对台湾的产业会不会有伤害，这都是政府应该面对的问题。Rookwood 0222他说，天佑台湾，感谢宝洁，一起保护台湾，台湾人加油。当我们希望说，在台湾这块土地里面，我们真的好好的守护，好好的来保护这个国家。Karen 说，感谢宝洁哥制作这么好的节目。其实能够做这样的节目，其实是我觉得那是一种福分，那是一种福报，我们会非常珍惜。喂20110他说，他看了郑习会那一集，他说只有我觉得郑丽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吗？对于郑丽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们不予置评。立刻他看了川普无视习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说中国与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这样子比较通顺。也就是说，中国跟和平不水火不容。其实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实是台湾，我们从来没有挑衅过对方。好，刚刚讲到的，我们非常认真的在做我们的一个工作。其实我们刚刚讲到，我从以前我其实没有任何政党，那我也不去标榜这个东西，我只告诉你说，我们现在在这块土地里面，我在民进党跑那么久的时候，我学会一句话：相信台湾，相信人民，相信台湾，相信人民，这是我做这个节目里面最中心的思想。